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2份特殊的简历。第一份简历闪耀如星辰，牛津大学、哈佛大学、苏黎世大学3座学术殿堂的博士学位，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职位，论文发表在科学经济学季刊等顶级期刊。而第2份简历却布满裂痕，被伦敦政经学院拒绝。申请剑桥、哈佛、斯坦福等名校博士时接连失利，面试8所顶尖大学的教职时全部铩羽而归，甚至奖学金、论文投稿、研究经费的申请也屡屡碰壁。令人震撼的是，这2份简历属于同一个人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内斯·豪斯霍福尔。当他在社交媒体上同时公开这2份人生履历时，引起轰动的不是光鲜的成就清单，而是那份密密麻麻写满失败的自白书。他说，我想让人们看见，成功从来不是直线，失败是一场无人豁免的必修课。豪斯霍福尔的失败简历为何触动人心？因为他戳破了一个幻象。我们总以为成功者天生闪耀，却忘了每段光环背后都藏着无数次跌倒的伤痕。这让我想起 J.K. 罗琳的故事。当年他推着婴儿车在爱丁堡的咖啡馆写作时，哈利波特曾被12家出版社拒之门外。而成为全球畅销作家后，他用笔名投稿的新作《布谷鸟的呼唤》依然收到冰冷的退稿信，甚至有编辑建议他先去上写作课。面对这些挫折，罗琳选择将退稿信裱框挂在书房。他说，这些裂痕让我记得，魔法从来诞生于坚持与真实之间。但正是这些拒绝，让他学会在低谷中握紧笔杆，用文字对抗命运的嘲弄。失败从不是弱者的专利，而是所有人成长的印记。那些被拒绝的伤口终将结痂成茧，成为保护我们飞向更高处的翅膀。朋友们，我们总以为成功是精心修剪后的盆景，却忘了每一株参天大树都曾在风雨中留下伤痕。豪斯霍福尔教授用他的失败履历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我们所仰望的星辰，不过是他人穿越无数黑暗后的微光。就像罗琳的退稿信和教授被拒的记录，那些我们急于隐藏的伤疤，恰恰是生命最诚实的勋章。成功是偶然，失败才是必然。豪斯霍福尔的简历揭示了一个残酷却真实的逻辑：成功往往只是偶然的结果，而失败才是必然的过程。我们总习惯将成功归因于努力，将失败归咎于能力，却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。一次录取，一场面试，一本书能否畅销，背后有太多不可控因素。若我们只盯着结果定义自己，便会陷入自我否定的深渊。就像豪斯霍福尔最终成为普林斯顿教授，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完美，而是他敢于在无数次被拒后依然敲响下一扇门。在这个追逐完美的时代，我们习惯性地将人生剪辑成高光集锦，却让失败成为沉默的暗流。但数据告诉我们，爱迪生在发明电灯前经历了上千次实验失败，航天飞机发射成功率高达 95% 的背后，是 NASA 用400多万个零件，每个都必须达到 99.99997% 可靠性的极端苛求。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悖论，正是无数次的失败堆叠出了那个被称为成功的偶然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简历上写下精通某项技能时，是否也该记录那些深夜崩溃重来的时刻？当我们展示奖杯时，是否也该陈列那些被退回的企划书？豪斯霍福尔教授给了我们一个启示：真正强大的不是规避失败的完美主义，而是将挫折转化为养分的勇气。就像树木用年轮铭记前旱与风雪，我们的成长轨迹本就应该带着伤口的温度。真正的勇气是与失败坦然共存，将失败正常化。失败不是污点，而是探索的轨迹。
那些被划掉的选项都在帮我们更接近正确答案。把失败当成镜子。罗琳公开退稿信，豪斯霍福尔晒出被拒记录。他们不逃避失败，反而用伤口映照出生命的韧性。这世上从没有完美人生剧本，与其害怕跌倒，不如练习跌倒后如何起身。正如罗琳所说，失败意味着剥离那些不必要的事物，你开始用真正坚定的步伐向前。最后让我们做个总结。各位，我们活在一个崇拜成功的时代，但或许更该学习的是如何优雅地与失败共处。当你下一次被拒绝、被否定时，请想起豪斯或福尔的简历，想起罗琳的退稿信，他们不是耻辱的烙印，而是勇者的勋章。愿我们都能在伤口上种出玫瑰，让那些曾经绊倒我们的石块最终垒成通向星辰的阶梯。谢谢大家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最后让我们来个笑话吧。每逢母亲节，老师总会一再提醒学生，做母亲的辛劳伟大，而大部分学生的作文里也会加上一句，我将来长大一定要好好孝顺妈妈。可是现在的孩子有更进一步的想法，读国小1年级的小女孩在日记上写注，做妈妈这么辛苦，将来我一定要我的孩子好好孝顺我。喜欢我的短影片，点亮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